这几年赚到钱或者是赚不到钱的人，在最近都非常的恐慌，甚至有的人都尿了出来了。为什么？因为美联储终于降息了，也就是说，以前赚到钱的人呢，可能不再赚钱了，而赚不到钱的人呢，如果错过了这刚开始降息的时机，也可能继续赚不到钱了。因为升息时候，资本家收割财富的逻辑呢，都将会在降息的时候反过来。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扫雷森。你知道美国资本家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吗？就是当美国降息，全世界之前因为升息而流进去美国的钱呢，就会迅速的撤离美国，然后美元就会贬值。而当美元贬值的时候，以前10亿日元才能买到的美国土地呢，现在可能9亿就能买得到，这就代表美国的资产开始打折出售了。那么全世界投资者呢，为了不想手上的美国资产和美元贬值，就会去疯狂的抛售，而最后呢，美国的经济就会因此而崩盘。而这些话不只是我之前说的，最近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也开始说了，只是说我关注的是日元，他们关注的是人民币。因为在美国升息的时候，中国却在降息，所以很多的投资人呢都在中国借钱，然后投资美国。如果美国降息，这个利息差和汇率差的钱不但赚不到，甚至还可能亏掉，所以很多的投资人就会把钱还回去中国。也因为这样，美元最近都真的是在疯狂贬值，而人民币和日元呢，却真的在不断的升值。那么很多人会觉得，美联储的资本家他们当前的任务呢，应该就是绞尽脑汁的去阻止这个美元贬值才对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们不但在这个月紧急的降息了，而且一降还降了很多。这是想让美元加速的贬值吗？什么意思呢？美联储降息降多少，其实历史以来是有2种选择的。第一呢，是降25个 BP， 这种降息市场还会相信是一个预防性的降息，就是说以前因为美国的经济太好了，所以呢就需要升息来降一下温，不然呢就会有很厉害的通胀。那么当经济降温了之后呢，为了不让经济走进这个衰退，所以美联储就可以慢慢的去降息，然后重新的去刺激经济。但是又怕经济一下子被快速的刺激起来，之前升息的降温就会没有用了，所以美联储降息的时候呢，是不会降很多的，每一次就降个25个 BP， 慢慢的去降。而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像现在这样，不管这个通胀有没有被压下来到 2%，但是也要一下子紧急的降息50个 BP， 为什么呢？因为就业的数据被发现造假了，美国真实没有工作的人比数据远远的多啊。而近年来呢，每一次一下子降息50个 BP， 就会引发00年、08年还有20年那样的经济崩盘，所以美国可能将会进入到衰退，甚至已经进入到衰退了。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降息让美元贬值，还有这个经济的衰退，只是资本家营造出来的一种幻觉。什么意思呢？我们之前提前布局的资产现在降息了之后，到底是赚钱还是亏钱的呢？而最重要的是，影片的后面我将会公开我现在具体布局的细节和方向。我忍了很久，现在终于可以讲了。可能呢又会有一些人不认同我，或者是同行继续的去模仿我，那无所谓的，只要有1-2句话是对我的订阅者有用的，能够帮助你们生活过得好一些，那我就心满意足了。而如果说你怕自己今天听完之后没有执行力，你可以为这部影片点赞，因为这样影片就会自动的存在你的播放列表里面，让你随时可以跟着来做。首先，虽然说这一次真的紧急降息了50个 BP， 但是这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崩啊。连美联储的包老大也都说了，他没有看到目前美国有这个经济衰退的迹象，也不认为经济衰退会来啊。这一次他的降息呢，更不代表这美国已经进入了降息的周期。所以按照他讲的话呢，有的人就会认为说，美国这一次的降息只是特例，后面不会排除这美联储又可能重新的去升息了，就是说刚降完然后又再升，对吧？那么我只想问一句话，我们是要用耳朵去听他讲的话，还是说用心去看这个事实呢？美国就业数据造假是不是事实？美联储现在紧急降息50个 BP 是不是事实？但是这个美联储的包老大一直以来讲的话有过事实吗？他要升息的时候就说是为了打压通胀，说这个通胀如果不能打下来到这个 2%， 是绝对不会降息的。
然后又说今年2024年不可能降息了，接着再说不用等到通胀跌到 2% 才降息，而现在呢，一边紧急的降息52 BP， 一边嘴巴就说着不急着去降息，然后就让很多人从头信到尾啊，我只能说太单纯了。各位，如果美国的经济真的像他嘴巴上说的那么的火热，那为什么要降息呢？你完全可以不降啊，你甚至要去升息，继续的把这个通胀打下来才对啊，至少你也要去维持个不降息吧。而我们呢，又没有逼着他去降息。从我们投资人的角度，你美国升息的那几年，全世界的资金都流进去美国，我们手上的美股和美元都暴涨了，很爽的，对吧？而就算你现在说降息是为了预防后续可能会出现的经济衰退，那么你就降个25 BP 就好了呀，你为什么要降得这么快这么急呢？这一切真的还在你掌握之中吗？所以听到这里呢，很多人就会理解我想要说的是美国已经进入了衰退，其实不然的。美国衰退不衰退呢，其实不重要的。美国衰退对于资本家来说只是一个利空的消息，而我们关心的是美国的资金后续要流到什么地方，因为钱流去的地方就是我们商人投资人赚钱的一个地方。所以注意听了，你去思考一下，现在美国的资本家到底是在想办法阻止美元流出美国呢，还是说想办法把这个美元流出美国呢？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其实我上2集已经把前因后果讲了，是借不到钱啊，借不到钱就等同于没钱花啊，没钱花，那么资本家就赚不到钱了。简单来说，一直以来美国的政治都是为了资本服务的，我帮你选上了总统，你就要用国家的钱来10倍的服务我，这个在美国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而国家的钱怎么来的呢？税收啊，但是美国的税收早就已经不够美国政府花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大部分的钱都是靠借，也就是靠卖美债来借回来的。那么现在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债卖不出去了，以前愿意借钱给美国的国家现在都不愿意借了，那怎么办呢？只有2个方法。第一呢，就是降息，告诉全世界你现在借钱给我，我还会给你 3% 到 5% 的利息，如果你现在不借钱给我了，那么我就要降息了，到时候你再想把这个钱借给我，你就只能收到 1% 的利息。能听懂了吗？也就是说，降息的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吸引全世界的资金不要撤离美国，而是把它锁定在美债。比如说你现在去买一个包包，然后他就告诉你这包包快要涨价了，你现在不买呢，以后就要用更贵的价格去买了。如果说你现在买了，那么以后的涨价就跟你无关了，到时候你卖出去还可能赚到钱。而美债呢，其实也一样的，他告诉你降息了，但是现在利息还是很高的，所以说你现在就把钱借给我10年，相当于你这10年就锁定了现在的这种高利息，以后降息了之后呢，就跟你无关了。那么你就会发现，前段时间很多人就真的去抄底美债了，美债的价格呢就涨得很厉害，但是现在呢，美债的价格又跌回来了，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只有散户去接盘，都是散户把这钱借给美国，大部分的国家呢都没有进场去借钱的，也就是说美债并没有因为降息而暴涨。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债是可以短线投机，但不能长线持有的，我自己也不会碰的一个原因。所以这结局呢，难道美国的资本家是没有想到的吗？不可能的。也就是说，降息根本是不能解决没有人借钱给美国的这个问题，也因为这样，降息其实并不重要，因为真正能解决美国问题的是扩表，也就是印钱，把新印出来的钱自己借给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美联储才是美国最大的债主，因为美联储就是负责扩表，负责印钱，然后把钱借给美国政府的。而印钱的后果是什么呢？20年的时候呢，美联储印钱，美元指数就暴跌了 15%， 也就是说美元和美国的资产将会疯狂的贬值，这个你同不同意？那么既然扩表印钱，美元贬值呢是一件一定会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你现在是美国的资本家，你会怎么做呢？很简单了，既然这个钱最后也会流走的，既然手上的钱会贬值的，那么当然是赶快的把这个钱花出去啊，而且能花多少就花多少啊。
所以说结论是什么呢？美国的资本家到底想要做什么呢？很简单，就是透过降息这一件事情去骗海外的散户，骗他们把这钱转移进来去买美债接盘的，这样美债暂时就会有人来接盘，就会有人为了锁定现在的高利息，然后借钱给美国了。而当有人接盘美债的这时候呢，就可以为美国的资本去拖延时间，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把资金转移到其他国家的货币还有资产上面。听到这里呢，很多人还是觉得半信半疑的。那么我们去看一下真实的美元指数，你可以发现美元已经从高位贬值了 13% 了。这代表什么呢？代表美国的资本家已经在疯狂的卖掉手上的美元，然后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了。这就是不能造假的事实啊！就是说今天你身价10亿美元，然后你把你所有的美元都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你觉得美元指数会怎么样呢？我告诉你，美元指数动都不会动一下的。为什么？因为10亿的资金呢是不可以撼动美元指数的，也就是说10亿的富豪呢也只是散户，所以美元指数能够贬值 13%， 只有大户也就是资本家们，他们都在同一时间大量的去卖美元，这个才能够做得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这几个月的影片说要去布局日元的原因啊，因为你又会发现日元已经突破了紫色的这个下跌的趋势线，还有绿色很重要的压力线，已经反弹了 16% 了，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资金已经在买入日元了。那这一笔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很大可能就是从美国来的，也就是说美国的资本家可能已经把这钱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了。那么各位，大家都知道日元便宜的时候，你就会把这钱兑换成日元，然后去日本旅游花钱嘛。但是现在有多少人会在日元升值的时候把钱换成是日元去赚汇率差呢？所以很多像我一样之前因为买了美股，手上持有很多美元的人都在问我美元贬值了怎么办？注意听了啊，比如说你是日本人，那么大部分的日本人手上呢是不是只有日元？因为很简单呢，我生活在日本嘛，所以我用日元就好了呀。但美国前面升息了，全世界从日本借钱，然后卖日元买美元的时候呢，美元就疯狂的升值，日元呢就疯狂的贬值。那么你是不是就可以把你手上的日元都兑换成美元呢？因为今天不是说你是台湾人，你手上就只能拿着台币，你是日本人，你就只能拿着日元。我们看见自己家的货币贬值了，手上去配置一下其他国家的货币行不行呢？所以我在2年之前就开始做空日元了，也就是说在卖日元了。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我就不多说了。那么现在就是反过来，资金是重新流进日本的时候，我们手上是不是就可以持有日元呢？也就是说很简单，当我们知道美元将会贬值的时候，我手上持有的美元是不是就要拿出一部分去兑换成其他国家的货币呢？而大部分的国家现在都是跟着美元一起降息的，也就是说大部分国家的货币呢都可能会跟着美元一起贬值的，所以相对来说就不一定他们会升值的很厉害。而唯独这日本现在才刚开始进入到升息的阶段，虽然说它升息的力度是不会很强的，但是因为这一些年大部分投资人都是从日本借钱加杠杆在美国投资的，而现在美元要贬值了，大部分的资金就会还钱给日本的，所以就会把日元买回来。也因为这样，我们这几个月布局的日元才会升值的这么快。所以我再具体的讲一点嘛，我手上大概是持有 50% 的美元，而其他的货币我都配置了日元和欧元。那为什么现在是多了一个欧元呢？因为美国这一次升息收割了，除了日本之外就是欧洲啊。详细的你去看我3个月前的影片就能够理解了。所以重点是什么呢？今天美元换日元贬值了 16%， 也就是说你投资美国的资产，至少你要有 16% 的利润，你才不亏钱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100万美元以前能换 1.4 亿的日元，现在你拿了这100万美元去投资美股，投资美国的房地产，然后你赚了 16% 了，也就是说你现在手上是不是有116万美元呢？然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赚了16万美元呢？但是实际上
因为美元贬值了16%，所以当你把这116万美元兑换回这个日元的时候呢，你还是可能只能换到1.4亿的日元，能听懂了吗？就是说，你虽然投资美国的资产赚了16%，但其实你没有赚，因为你汇率亏损了16%啊，所以这个一直没有人在讲的，也就是为什么我最近减少投资美股或其他美国的资产的原因，因为美元贬值了呀。又比如说，你是一个台湾人，你去投资美股，但是现在美元对台币贬值了4%，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美股上赚不到4%，你就是亏钱的，而且这4%还有可能会继续的上升。如果美元对台币后面贬值了10%，你就要在美国资产上至少要赚到10%，你才会不亏钱啊。而且这里面还会有手续费等等的成本，我已经没有跟你算了。很多人说我是看空美股，所以才会减仓的。其实我从来没有看空，我只是持有现金，这区别你能不能理解啊？巴菲特说，我们投资出现这犹豫的时候就持有现金，但是这是不是代表我不看好美股呢？不是啊，我这段时间依然有交易美股，我的地址呢是可以作证的，只是说仓位减少了，因为风险呢变大了，而且对选股的要求呢变高了，就是赚钱没有那么的容易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死磕在里面呢？最重要的是我赚多少钱，到最后可能因为这美元贬值了，就变成徒劳了。所以这么辛苦的干嘛呢？这些是不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你？因为大部分人看到的就是美股好像还是很不错啊，没有暴跌，他们还在执着于我是空军还是多军。其实这些真的不重要，因为就算美股涨了10%，你这个汇率后面跌了20%，你都是亏钱的。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当你把自己家的货币兑换成美元的那一刻，你什么都不用做了，你的财富就在缩水了。记着，如果我们投资外国的资产，我们永远第一关要思考的是汇率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投资，但必须要是有系统、有规则的去投。我们一定要学会步步为营，只在最简单的牛市、暴涨的趋势里面去做投资，然后在你看错方向和趋势的时候，做出最低风险的止损。而且我们不但玩大概率会上涨的游戏，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玩高赔率的游戏。简单来说，我们去赌会不会下雨，但是我看到了乌云了，所以我不但会知道有60-70%的概率会下雨，而且如果说我猜对将会下雨的话，我赚就赚你100块。但如果那30-40%的概率让我猜错的话，我亏就只是亏1块给你。这样看上去我是在赌博，实际上呢，我却是在做投资啊，能听懂吗？所以如果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的方法，接下来呢，我送你一份福利，只要你是我的粉丝，你就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去免费报名我快要下架的2024年最新的股票投资班的。而我想要说的是，你必须要知道现在到底在发生什么，就是全世界的国家都在竞争，抢着把之前流进去的美国资金吸引到自己的国家里面去做投资。所以你会发现，全世界大部分的货币都开始反弹升值了，而美元却在暴跌贬值。这是我减少投资美股的第一个原因。而第二个原因呢，因为我看到的风险越来越近了。暴风雨之前呢，都是一片宁静的，就好像现在这样，但这并不代表问题不会存在啊。刚才说了，美联储扩表印钱呢是一定会到来的，也就是说美元在后面会继续的贬值，这件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既然是无法阻止美元流出去美国，那倒不如资本家自己去举起镰刀进行收割啊。比如说今天你是养鸡的，你是希望这些鸡帮你生鸡蛋，然后你把这个鸡蛋卖出去赚钱的。但是现在这瘟疫来了，你这些鸡呢最后都会死光了，那你会怎么做呢？当然就是提前的把鸡给卖了或者是吃了，对吧？股市也是一样的，既然这个资金会撤离美国，那么为什么我不去提前的引爆美股做空去赚钱呢？你要知道，美国这2年的高利息呢，就吸引了全世界的钱都流进去美国资产，而股市呢是最明显的。那么一旦美国不再有高的利息，而且美元还在贬值的时候，其他国家的投资者是不是一定会撤离呢？那么既然这些人会跑，那为什么我不提前的把他们给宰了？这能不能听懂啊？
所以现在美元贬值跑的是什么人呢？其实都是美国自己的资本家，而其他国家很多的投资者其实他们还没有跑，因为现在很多人还是对这个降息，对这个美国的资产抱有希望的，所以在他们撤离之前呢，就可以在美股把他们的钱都收割掉了。听到这里呢，你可能又会觉得我是在危言耸听，但是过去每一次的危机难道不都是这样的吗？美联储要扩表印钱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资产全线崩盘，然后它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印钱来救市，实际上呢就是在抄底。比如说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无数的资本都在疯狂的砸盘，美股暴跌了 23%， 然后很快美联储就名正言顺的印钱扩表，放出来天量的美元，然后把这些美元以接近零的利息呢借给美国的财阀，就是说你借钱不用还利息的，然后这些财阀呢名义上就是用自己的钱带头去救市，是一个爱国的行为。实际上呢，他们早就在崩盘之前清空手上的股票，然后在崩盘之后抄底美股的。巴菲特就是成功的例子。又比如说20年疫情的时候，美股是不是也被砸盘了，直接暴跌到熔断了？熔断就是说直接停止你去交易，禁止你再去卖美股了。而熔断了之后呢，美联储也是名正言顺的去印钱扩表，放出天量的美元，然后把这些天量的美元以接近零的利息再借给资本家去抄底。而现在这一次呢，前面的剧本跟过去是一模一样的。美联储是一定要扩表的时候，一定要放水印钱的时候，你觉得它会像之前一样，还是说会慢慢的去放水呢？你要知道，引爆美股的借口，也就是利空的消息呢，已经准备好了，就是美国的经济进入到衰退，或者是美国的商业房地产出现了问题，所以就要看他要不要用这两张牌了。而我个人呢是不会去赌的，因为钱不一定是要在美国赚的，而且还是重复的讲一遍，现在的美元贬值对于我来说才是最大的风险。那傻医生，为什么你还持有 50% 的美元呢？其实严格来说，我把这 50% 的美元有一部分都兑换成港币和台币了，因为美元、港币和台币是我平常花钱要用的货币，比如说我的生意、我投资的东西。而港币和台币呢，现在更多的我是花在投资上面。对，你没听错，我的弟子呢都知道，我们最近投资着重的是在台股和港股。而我前半年的影片呢也讲了，如果美元贬值，我就会把一部分的资金投进去港股和台股，尤其是港股啊。为什么呢？当时我这部影片呢被很多人取笑了，因为网上流传了一句话，叫做珍惜生命，远离港股。因为香港很多的外资呢都撤离了，并且就宣布不会再进入到香港的市场了，也就是说香港被做空了，所以香港的股市呢就暴跌了4年。而今年这9月份呢，我就把一些美元兑换成港币，然后就进场去试试水温。而这张图呢就是我这个月的成绩，我买了几只股票，平均下来呢回报是 17.8% 左右，最高呢也有 20% 多，但是也赚的不多，因为我主要的是想让你看下去，你会发现这个月香港的恒生指数涨了 16%， 跑赢了美股、台股、日股，这就是我把美元换成是港币的原因。因为我看到港股才刚进入到牛市，刚进入到牛市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你闭着眼睛去买，大部分的股票都是上涨的，也就是说港股可能已经进入了我们最简单赚钱的时候。那为什么港股会涨呢？大家重温一下这部影片吧。我想要说的是，我们永远不要听资本家说什么，而是要看他们做了什么。现在无数的外资呢都在流进香港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商人永远都是逐利的，港股已经崩盘了4年了，有很多非常赚钱的公司其实都在贱卖啊，那你心不心动呢？最重要的是美元在贬值，而同时呢，中国内地释放了一些信号，就是说他们要去放水，要把这钱砸进去股市、房市，同时去降息。那么你明知道这些贱卖的公司要反弹了，你的钱又不值钱了，那么你要不要进场去买呢？也因为这样，你现在看到最恶心的画面是什么呢？这外资又重新的看好香港了，而台股呢也是一样。详细的，你报名了免费股票投资班之后呢，我们就会透过邮件跟你分享我们最新的布局。
然后就是黄金。黄金呢是今年帮我赚最多钱的资产，也是为什么我把很大一部分的美元换成黄金，而不是美债原因。很多人都说啊，美债有利息，黄金没有。但为什么美债现在卖不出去，而黄金却在不断的创新高呢？你可以看这图，已经很清楚看到我们今年操作的买卖点都是有影片为证，不能造假的。我们在年头$2000的时候呢去买进，在4个月之后涨到$2400的时候卖出。利润呢，你看到如果在没有加杠杆的情况下是15%，但为什么我们要在2400的时候卖呢？因为黄金进入了不确定性，它在2400的时候有一条很重的压力线，也就是红色的这一条，它涨不上去了，所以呢我们就卖出，持有现金获利离场，防止它掉头就跌下去。但离场不代表我们看空黄金，因为当前段时间黄金的价格离开了这个横向的发展区域，然后突破了红色的那一条压力线，也就是2400的时候，我们在大量的买进。而这一次呢，黄金到现在就涨了10%了，为什么呢？因为它重新的进入到上升的趋势，也就是说，黄金是今年最牛的资产，因为它到现在还是处于第2阶段，也就是牛市。如果说你不懂怎么去判断牛市，如果说你买卖资产是全凭感觉的，是没有原因、没有规则、是没有系统的话，那么你一定要走进我的免费股票投资班。因为如果你有1-2万美金的闲钱，你是希望长期稳定的赚到钱，你赚钱的时候呢是可以安稳的去睡觉，那么你不是说要去学会怎么去预测未来，因为这肯定是骗人的。我们都没有可以预测未来的水晶球，但是图表上却暴露了很多大户买货和卖货的蛛丝马迹，这个呢是不能骗人的。因为一个资产是涨是跌呢，不是因为它的基本面有多好，它的价值有多被低估，而是市场上有多少人去买，有多少人去卖，也就是所谓的供需。我们只需要去判断出大户在买货卖货趋势，然后跟上就能够赚到钱了。虽然说我们的方法不能提前知道，但是这却是最公平的。就是说我虽然不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但是我可以透过观察到天上有没有乌云，然后从而呢去准备好雨伞，一下雨呢我们就可以打开雨伞，就算没有下雨，对于我们来说呢也只是多带了一把雨伞罢了。而大部分人在股市里面输钱呢，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要看上天有没有这个乌云，也不知道乌云代表的是什么。所以如果你希望学习这一套规则的方法，赶快要走进来，在下面免费的报名学习啊。好了，接下来几期的影片了，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说美国总统出现了很大的变数，那么未来会有什么暴涨的资产，我们又要如何去布局呢？这一切的答案，你预期会怎么样？很多人呢每周都在等这句话，将会是重中之重。好了，接下来我影片上架的时间呢会更改一下，我将会在每周日8点30分继续的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说你不想错过的话，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下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呢，我就心满意足了。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